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的样子，你在他心境里的样子哈。那今天这个题目呢，你可以想任何人都可以，好，但是提醒最好是你已经有接触，然后已经有认识哈，因为这样子的能量才会有比较好的连结。才会有比较多的能量的波动吧，我才能够看到那一个能量的波动。不然，如果一直是处在一种完全不认识，只是暗恋或是设想一个跟你生活中完全没有连接的人的话，他那个波动各方面都会非常平哈。很有可能会捕捉到你附近跟你比较频率或是能量比较接近的人的一个心境哈，就会有，我觉得这太难了。太难捕捉到这个联系了。那所以你可以想任何人跟你任何关系都可以，然后记得最好跟你有一些比较有接近过、有互动过的一些，怎么讲？至少要有这个线要发展出来吧。你懂我说的。那等一下牌子拿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第一张牌，那我们不管字你就看图样的内容好，再来是第二张。好，第三。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了哈，那就这样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的样子哈，你在他心里的样子。那这是今天选的牌哦。好，然后我们来整理一下牌哈。我们一样，等一下会从最基础的5个牌阵，不一定只有5张哦。我今天想要每一个牌阵里用比较多张来去呈现一下整个心境上的角度哈。好，那这样子会比较多元一点，比较不会被封死住了哈。好，来用一下哈。好，再一次。好，来，好，我们先从第一个牌阵里面先抽出3张哈。哎，刚是反，那就反。2、3，来，先从这个位置来看哈。都是火能量哈。首先，你在他心里啦，你在他心里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可是你时常让他感觉蛮有距离的，蛮有距离的。但是你又让周边的人、身边的人感觉你对生命很有冲劲，很往前冲，很有向往，很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构思。虽然你常常呈现出一种犹豫的状态，或是觉得很有压力啊，觉得好像很难做到，常常会跟身边的人聊这件事情，可是听起来不像抱怨，听起来比较像是你在为了更高、更大、更想做的事情而感到困扰。其实，在他的眼里，他觉得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再更轻松一点，可以再更放松一点。哎，可是你完全不这么想，你很难就这样子把自己放松下来。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哦，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哦。那这一张风能量啊，虽然是宝剑八，虽然是宝剑八，可是，你知道他的父亲，他的下面是命运之轮，他的旁边宝剑9的下面又是塔牌。其实他附近也有一些很强的火能量哈。那，哎，天哪，我觉得这讲错了，重来。
今天真的是问题。来，我们接下来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这是今天1号牌的牌哈。好，那我们一样哈，先从5张牌来看整个能量的走向，再看要不要看分支的能量哈，看它运行怎么走。好，来，好。好，那我们开始哈，5张，第1张，好，其他哈，来，2、3，再来5，哎呦，好，第1张是宝剑8哈，来，我必须要面对宝剑8这个，你在他心里是一个很不错、很有能力的人，可是你时常把自己处在一种很内缩、很压抑、很自责，觉得自己很不足，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够力。可是你在他眼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而且你也为了其他人做得够多了。你常常会忘记要对自己更好一点。你常常会忘记对自己更好一点，而且你还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好。哪种好？你给别人的好，你有能力给自己好。在这个角度来说，以他的心境，他想跟你说的是说，其实你常常忘记自己对别人付出的已经太多太过了。你应该要留一些给自己。他常常觉得看着你在开心跟悲伤之中诉说自己的事情，却无法真的给你任何的帮助。不是说你听不进去，而是跟你说任何事情，无论是好跟坏，都会加重你在情绪上的负担。因为你展现出来的是你知道自己在某个程度事情上面是快乐开心的，可是一个人静下来，或是跟别人诉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内心的某些挣扎跟小小的痛苦就流露出来。那你又会在言语之中说服自己，其实已经做得不错，做得够多了，来安慰自己说，至少我的牺牲跟我的努力跟我的付出有得到很多的回报。但是在他的眼里，他认为那些回报跟你付出值不值得都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何时才要对自己更好一点，你何时才要让自己全部放空放松的把直接身边的空间跟时间只留给自己。我这张牌看到的就是这些啊，他这个一目了然，给我来说就是一长串一连串的句子跟形容。我甚至觉得我看到了某些场景，在你跟你的朋友在诉说，说在桌子上的时候，头低下来，双手放到大腿中间，整个人低下来，暗暗的诉说自己的努力跟痛苦，是开心的，可是又掺杂着好像无能为力的感觉。那在他的心里，他觉得其实你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了。好，对于自我实践的更好这件事情，你要求自己太多了，太高了。你甚至让旁边的人觉得你只是想说，可是你没有想改，可是旁边的人却认为你需要再改，更放松，对自己再更好一点，要去找更多的事情让自己疗愈一点。在他的心里，他甚至看到你一些发文、一些工作的状态照片，都能感受到你有一些些的悲伤。那个悲伤不代表你不快乐，而是说那些悲伤是你有一点喜忧参半的感觉。他希望你能够更全然的就去享受你现在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去想着是否有帮助到人。他知道你不会去特别去想着回馈，你觉得有任何正常的回馈就够了，可是你会多加的去想说是否有帮助到别人，对别人好吗？会把很多别人的反应跟
怎么讲，接收的好不好，当成是如果说不够好，会当成是一种自责跟愧疚。其实他的心里，他觉得你不用做到这样，他觉得你已经做的太多，太超过了，过多了，过多了。在他心里，他其实不管是用任何角度，他都觉得有点心疼你，但是又无法阻止你。所以今天你来看牌，我把这个内在这个强烈讯息先告诉你，后面还有很多，我一步一步告诉你哈。来，这张说太冲了，太冲了。你的生命力非常强哦，你往前走的动力非常足，然后这是令人赞赏的、欣赏的，好，令人赞赏、欣赏的。那但是他的心里时不时想要告诉你说，我们追逐不到你，甚至我们觉得你跑得太久了，太久了。虽然你让我们觉得你有很强的对人生的憧憬，很有野心，很有上进心，很有活力，但是记得这张牌看到的是什么？是背影，而且又是逆位牌，讲的是什么？如果一直再这样下去，我们会不得已的不小心被你抛在后面。好，这些是什么人？这些是希望你不要这么努力，对自己好一点的人。但是如果你一直往前冲，我们会被忽略。那这个忽略的情况会是什么？我们是你很重要的精神的泉源来源，我们是会一直支持你的人，看到你内心辛苦的人，想支持你的人，不是说你把我们抛弃了，我们会埋怨你，而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让你停下脚步，回头看看你是否跑得太远，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你可以去意会一下。我先把这个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他在心疼你啦，他在心疼你太辛苦了啦，他在心疼你太辛苦了，他愿意给你很多的好，但是很难超越你给予你自己的。但是他又觉得你太辛苦了，你应该值得有更多的休息哦，不是说有值得更多的收获，而是你有更多的好是应该要留给你自己的，至少一半以上，至少一半以上哈。来，好，这里哈，他在讲一件事情是，你看哦，只有这一个是正向，后面都负面。他其实在讲的一件事情是说，你现在你眼前所认为的追求某些事情的那一个野心、动力、冲击力、生命力都是好的，但是它有可能有点过多了，有点侵蚀了你的内心，有点被你所向往的里面的快乐，它有点叫做有点沉迷了。沉迷某种你追求工作上啊或什么的成就感，那些东西有点上瘾了，哦，然后其中有很多的观念似乎被扭曲或是转换成一种我要帮助别人，我要给予别人，然后它变更恶化成我刚刚讲的，别人的反应已经过大了，然后会让你觉得愧疚感或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可是这边正向牌要你看哦，这张牌。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他们好像很舒适的在享受他们现在环境里的那个空气？那你看到它这里圣杯10，其实这张牌里面有一个无形的太阳雨，软软绵绵的，这是你看不到的。好，软软绵绵的无形的太阳雨在空气中、粒子中舒适着，伴随着阳光来给予画面上的这些人。那这张牌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你自己留给自己的呼吸的空气在哪呢？只留给你自己的，而不是都要散布出去分享给别人的那些空气、氧气在哪呢？只留给自己的哦。今天这个题目是以他的角度看出来你的盲点，他心疼啦，哦。你在他眼里是
大家追赶不上的。然后你值得，或是你已经可以拥有更好的快乐与幸福。我指的不是任何关系，而是现状，你的心境上各方面都可以拥有那些更好的快乐与幸福。可是，你是否因为太想追求某些你想要的东西而让自己停不下来？现在你看到这副牌，应该适时的让自己停一阵子，应该适时的让自己停一阵子。来，我再帮你看哈。看一下这2张牌哈，这里说你用了太少的直觉去感受自己，你面对了很多东西，跟现在都用了太多的逻辑、方法、理智，尤其是理智，应该要更感性的去感受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声音。也许你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喊的是我不想做了，我想当个废人。那这一份直觉跟这个感觉都被这2张牌的能量压住。这张牌在讲你花了极大的心思想要让现状更好，其他人更好，改善你现在的状况，但你忘记倾听你自己的声音。其实你内心的声音常常在告诉你说，但这不是我该做的，这不是我真的想做的。虽然眼前的收获跟美好，其他人的成就帮助到别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非常好的付出有所收获的一种成就感。但是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但那都不是最原始的你吗？或是这都不是你内心的声音最想要的那一个自我实践的角度跟方法。也许这张牌在暗示你，你被很多别人的喜悦掩埋了自己内心的快乐的声音，你让你内心的那个快乐的声音被其他人快乐的声音所替代，好，然后转化成一种，那我就为其他人，或是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那快乐的声音就会加大。可是这2张牌在说，但那个好像不是你自己的笑声，那都是别人欢乐的笑声。这里在说，这张牌其实在说，那一个美的核心，你快乐的核心，你是否有点忘记它在你内心的哪个深处了？但这个牌在这里并没有放弃你，他在说有在。可是这4张牌都在说，因为这4张牌的能量都还蛮大的，他们都在说，其实你内心有在寻找某一个有点遗忘的自己的快乐。那为什么今天的题目会翻出这个？因为在这一个人眼里，他不知道要怎么把你或是帮你找回你内心那个快乐的声音，他也很难去具体的形容那是什么，他也很难具体的形容那是什么。他心疼你，看着你有些快乐里掺杂的悲伤，他也抓不准，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一下，这可能是他尽所有言语里面能挤出的一句最具体的一句话。因为你的内在心思是复杂的，而你做的事情、工作或什么又是对的。可惜，你每次在这些劳累之后，能听你倾诉内心的某些悲伤的时候，就只有他或你旁边的这几个人而已。要说这个人是喜欢你的吗？还是只是心疼你？这个部分我可以用翻的哈。好，来，我帮你翻一下这个人。对于你的喜欢跟在意来说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哈？来，好，他在意你的能量，
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友情、爱情、家人的情、朋友的情，这些都有。那他对你有一个非常原始的支撑力、支持力、支援你。也就是说，其实无论现在、过去、未来，我觉得有可能是未来，他都能够跟你蛮亲近的。他也能听你诉说你的心情，而且，他这个角色很特别啦。他当然也有可能成为跟你恋爱的人，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情愫很浓烈，其实很适合各种发展。但我这边看到更多的是，即使你喜欢别人或任何人，他都能够支持你，而且帮你欣赏那个人的优缺点。反正这个人在你身边是比较复合型的关系，复合你型的，因为风能量、火能量、水能量很多，但是水能量很多，大多是聚集在对于你内心的疼惜啦，对于你内心的疼惜哈。我不会完全排斥爱情的能量，但以他的角度，他就算有感受到爱情的能量在你们之间，他也会选择更加长久的关系，所以他会先选择跟你是朋友的关系，进而变家人的关系，这个旅程比较好。毕竟这一个圣杯其实是逆向的。逆向的话，我觉得他是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更长久的哈。他把这一个浓厚的水能量带往了跟权杖一所能搭配的一种时间感的更持久性啦哈。那他也希望用圣杯一的能量来保持跟你的关系是最 pure 的、最原始的状态。其实就好了。所以从这张牌，我又觉得，即使能够有机会选择要不要在一起，他也会先选择。记得我的话是说，先选择，先以朋友的角度慢慢的，好，再往下走就好了。这个部分我觉得不需要探究太多，因为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可以理解他对你的心疼啦，表示你在他的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重要的位置，不如说他很难不在意你的悲伤。好，这几个都是比较好的牌，可是以逆位上来说，我觉得你的负面情绪、你的负面能量是他对于你在他心里重要的一个着眼点。他每一次跟你遇见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某种悲伤，他也会似有似无的希望你能够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他能够分担给你。好，我是希望这三张牌的能量，你能够慢慢把它转成正的。把它转成正的，就是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以真正的正能量、真正的正情感能量去跟你的旁边的人去分享，或是最亲近、最内圈的朋友去分享。主要还是，你需要，我觉得你需要重开机。那重开机的这一件事情中间，我希望你的重开机不是按开它会自动重开到桌面的这种重开机，我希望的是你要把电源关掉一阵子。再开机，这种重开机哈，因为目前你们的关系，我现在就讲你跟他就好了。你跟他的关系有被拖往比较精致的朋友关系，主要是因为你们的谈话很多方面有太多的能量，都是至少有一半的能量都是他需要倾听你内在蛮多对生命、生活、工作的一些。该说是抱怨吗？反正就是综合型的负能量。他没有厌恶，他没有讨厌，他还很愿意支持你。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持续的频率变高了，慢慢的被定成一种很朋友式的角色。他的情感能量也被变成一种朋友式的支持了。从这边看，这只是现在的现状，先告诉你。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宝剑哈，75。他这张牌希望告诉你一件事情，请你不要觉得无论你走了多远多辛苦，你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原本这张牌如果是这样子，我会觉得你需要去承受你一个人单打独斗，面对非常多人的辛苦，那他们只能远远的支持你。好，那你必须要耐得住性子。可是今天在这个位置又是这个，我觉得他的声音出来了，他的声音希望你逆着走，要回头看，告诉自己说，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去奋斗跟为别人好，而且他也在讲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对自己好，对最跟你亲近的人更好，也是一个让你疗愈的方法。这一个孤单的背影不属于你。这一个常常觉得自己一个人为对世界奋斗的这个人不属于你，因为他是逆向的，他走向了另外一个角度，他在提醒你，依赖别人是你蛮重要的课题。记得依赖别人是你现在蛮重要的课题。来，其实这整副牌翻到现在都是非常沉重的牌哦，但还好，快乐的牌，娱乐的快乐是在核心的位置，表示你内心真的还有这一个喜悦，你要把它挖出来、找出来，摆在最前头，好吗？不要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喜悦上，要属于你自己独有的来，这张牌正面正向，你内心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罩门，是一个枷锁，一直拉着你。我必须说这个定义可能，我感觉一下，这个人他如果要跟你讲一个最深、最内心的一句话，然后是用这张牌来呼应你最内心的话，我想这个能量讯息出来的应该叫做，你要好好的想想，你现在生活的最大目标，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不是需要的哦，是想要的吗？因为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某种能量的讯息的分类是说，如果我的提问是你最需要的吗？你会很快速的把它归类在需要啊，因为很难去否定任何事情的需要。可是这一件事情是你想要的吗？它这个想要的就无关于你各方面的需不需要，而是你想不想做。你想不想做？那如果不想，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它除了需要去做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它别的价值是在你喜欢做吗？这件事里面有哪些成分，比例上有多少是你喜欢做的？是你每次想到都开心的愿意去做的？那它会成为你想要做这一件事情的比例又有多少？跟需要去做的比例互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五分哦。也许需要去做可能只有3成，结果想要去做是7成，那你就找到这其中的快乐。他这边要提醒你的是说，他不是要你不要去做，他是希望你能够找到需要与想要的成分比例有多少，这样子你会解开你心里的2选1的感觉。你会更乐意去做，也许你会在我刚刚说的都在为别人做的其中的这些成分上，你会发现我想要去为别人做的同时，找到了原来也是为自己的快乐跟开心去做的。是我们要找的是这个成分跟层次哦，并不是希望你一拍两瞪眼要跟不要而已哦。有的时候你要把事情的层次分出来。我在想这一个人，我帮他的心理做了这个分析，我看到他的能量看着你是复杂的，而牌面的讯息，我帮他转译他心里对你的担心跟观察，想要对你说的话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塔罗牌帮他转译了他里面心里的话。那好，我们等一下再做结论我们再继续看好，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我会尽量每一次都用不同的方法来翻牌
那你们每一次来看都会有不同的解牌逻辑哈。好，这张在这个位置必须告诉你，拍塔罗牌需要他自己塔罗的角度告诉你说，他希望你把快乐的定义再设的小一点，他希望你把生活中的小确幸的定义降低一点，累积的更多一点，让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小确幸，也就是说到处都有小确幸，希望你挖掘到。好，他这边可能在讲大方向的成就感，可能太遥远、太劳累、太沉重，你也许会达到，但是过程里的各种小小的快乐跟成就感，也许更重要。好，但他这边逆位牌告诉你，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但你常常错过了，好吗？那你常常错过了，你要想一下哈。这张牌在说，也许他认同你为了某些大的方向，有抛弃某些情感跟抛弃某些小事情，刚好跟这个对称哈。他希望你注意一些小快乐，让过程更快。可是这边他理解你为什么错过或不注意小事，因为你有更大的目标跟更大的路走。没错，他知道，他也认同你，但是他希望你，不要忘记以前小小的自己、小小的自我、没什么力量的自己、过去比较弱的自己，至少帮你撑到了现在。至少帮你撑到了现在。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不要觉得自己都做得不够，因为你已经每次都很努力的做到最好了，只是你在每一次的进步的当下回头看之前的自己，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不足。可是别忘了，在之前的每一个当下，你都很努力做到最好。他这里就跟一开始讲的一样啦，这个心疼，我想就是你想的那一个人在观察你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一个心疼啦。他一直觉得你做得很好，是因为你每次都做得很好，可是你每一次都太过反省跟审视自己，而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觉得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我在这边才开始我这句话。他心里想的那个人，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他聊聊，问问他，你问他会不会觉得你太辛苦了，会不会觉得你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好，不要问感情上他喜不喜欢你，不是这个，而是去问他怎么关心你，还有你现在的状况，以他的角度，什么是舒服的？好，什么是舒坦的？也许你会从他的言语中找到某些盲点，好，你会松下来哈。这张牌有在说，你的生活里、生命里，真正能听你内心声音的人，最近跟他们比较远了哦。最近跟他们比较远了，或是你跟他们讲太少，讲的话好像。你要再更示弱一点，表示的是，然后很弱的弱哈。他们对你的真正的想要帮助你、支持你的声音才会出来。哦，就像这张牌前面讲的，我觉得你跑太远了，这边真的有这个讯息，你跑太远了，哦，你跑太远了。好，我先做个小结，就是今天你想的这一个人，其实他对你有蛮多的心疼的。好。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你们想的人，可能我不太知道你想这个人跟你的关系的好坏，但是我深浅，但是我把它设定在当你们有比较亲近、频率比较高的对话的时候，他看到你的现状的时候，他心里的话是什么？他是心疼你的，
所以今天翻这个牌，我希望无论是从一种位置与比较有远见的方式来提醒你一件事情，无论你现在还是你将要很想追求某些事情，即使是很想追求某些改变，记得至少留一半以上的空间对自己好。你可以很努力工作，很努力追求都没有关系，但是记得比例上要更对自己的好，因为我已经感受到关心你的人跟你关心的人对你的心疼的能量有出现，这是一种镜子的反射。哦，那就这样哈，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针跟建议哈。我们定这个题目，虽然我们都有很多想法，就是希望想知道我们暗恋的人或喜欢我们的人怎么想，那都 OK， 那表示能量都是很好的。这个人也是，他对你的能量感觉也都是很好。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希望你能够休息、更疗愈，对自己好，找到自己的新的角度，因为这样你个人的能量才会更加的绽放出去，也就是说你的魅力才会更好，你散发出去的能量跟别人的相处才会更健康、更正能量，才会产生一种很好的正循环。别人的帮助跟别人想帮助你的意愿才会很顺的表达出来，清澈的表达出来，你就会在这些你跟别人的正循环之中，大家会越来越好。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正，即便只是叫你休息而已哦，这都还蛮重要的。好，因为在休息的情况下，你会很能倾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即使是直接内心的尖叫也可以，欢乐的笑声也可以。这边在说，可能很久没有听得那么清晰了，那都只是感觉，你心里并没有发出那一个声音，你没有听到你心里的声音，你只是感觉到你好像很快乐，也没什么难过，但是你很久没听到你内心那一种快乐的笑声了，那一种心会痒痒的喜悦了，会有点发抖的喜悦了。那不是成就感，那是你心里真的衷心的为自己的现状而开心的声音，好吗？好，那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的样子，你在他心境里的样子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哎，这是今天的牌哈。好，来，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哈。好，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翻的。来，第1张1、2、3、4。那5了哈，来，那看一下哈，先好，金币10做开始哈。好，你在他心里啦哦，以他对你的感觉，这边直观的觉得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富足的人，这是直观的哦，稳定的哦，什么都有的，这是他觉得哦，你没有，那是你的感受跟他的会不一样哦。那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他可能没那么了解你。很奇妙的一个感觉，我在这一张牌看到的富足，跟你所认为的富足有点不太一样。你在他面前可能有表现的蛮富足，什么都有哦，所以他得到的是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是一半的讯息。我感受到你有很多的其他人不明白的匮乏，不一定是物质的，而是你有一种你觉得你的生命里有很多的不足。但这一张牌给予我的概念是你还在努力加强，还在努力补充补足，但你的内在身心灵，尤其是心跟灵的部分是感觉到丰盛的，但是你觉得你还能够更多，那这个更多并不是你贪求或是想要更好，更好是对的啦 ，sorry， 而是想要更多，而是你觉得你的不足可以再加强，你还有能力做到更好。但是在他的眼里，
他已经觉得你拥有了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了。可能吧，你在他心里觉得你是个很光彩的人，你是个生命已经够精彩、够有非常多经历、丰富经验的人。那在这里这张我是看到了他对你蛮多的误解，因为这张金币石我没有得到很强的扎实感呢。我确实没有得到很强的扎实感，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可能我接收到的是你这边的讯息，你有在第一时间让我发现，你觉得他误会了你觉得我觉得这个误会不太像是自卑感，也不太像是过度谦虚，而是你真心的认为还可以更好。你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和被称赞，别人认为你已经够什么东西都有，够付出因为你觉得没有，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多，还可以，你现在还不到你自己的要求之类的来，我们再往下看来，金币，不，权杖国王的逆向我觉得这张牌有2个面向，也是同时出现你跟他的角度。这组牌我觉得很特别，我要预测他的，我要看他的，可是我一直同时发现你这里的角度所以我先不讲这个，我觉得你们2个是否很近能量很近。我在看他的能量的时候，一直能够感觉到你这边的眼光，你这边的眼神，你这边的洞悉力、洞察力。所以在这里他认为你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很有掌控性的人，甚至很有自己的独断意见，然后很有创造性，很有生命力这些都是比较笼统的。我讲一个比较白话的，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充满干劲啦，好像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但这题又误会你了。其实你觉得很累，然后你很想偷懒，然后你不想管这么多人的事情，你只想管好你自己。你很想自私起来，很想自私一下，但是又觉得你跟很多人的关系，跟这世界的关系连结，都是需要靠更多的付出努力和奉献你的生命力的。但你的心理内在是很累的，你想休息，你想躺平，想废，耍废，当成废人一样躺下来。所以在他的眼里，我觉得是某种误会。他觉得你很有生命力、创造力、野心、上进心，然后得到了很多得了很多你要的东西，但你觉得很累。这2张牌，我有看出来，可能2件事。第一，他是真的误解你，或是他是只看到你好的那一面，没有太过担心，或是没有太过观察到你内心的疲乏跟负面能量，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会不会是你武装的太好了，或是你想要武装成这个样子，那以至于这个人他只能接受到你比较好的那一面。那你可能也很愿意，也很自愿，也很发自内心的想要隐藏其他面向，只想留给你自己，因为好像不想成为其他人的负担，或让别人感觉到不愉快。你可能是个习惯性只给别人欢乐的气氛的人，正念气氛的人，可能吧。所以我从2张牌就已经看到他对你有非常多的误解没关系，我们再看。好。那你跟他的关系，需要重新讨论，需要重新沟通。如果你今天想的这一个人，你在意的这一个人，今天你选择2号牌，你让我们来看他这个人的内心，你们彼此还没有
很真诚的，或是很坦诚的交换最内心某些真实的想法。所以他现在看到你的东西很多都是比较误会的或什么的啦。那我有发现你们在某一个比较熟悉的等级之后，就没有办法很讲内心的事情了，好像突然有点小小的陌生了起来哈。那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很想跟他分享很多事情，但我有感觉到他对于你跟你的关系似乎有一点距离比较好，在他心里觉得你已经蛮好的了，但我没有特别感觉到他对你的担心，反而有比较多的信任跟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我从这个信任跟相信里面有感受到他没有意会到你其实是需要担心的，需要他的担心的，需要他更多的心疼吗？或什么哈，或在意？我觉得需要对你有更多的在意。所以这张牌塔牌逆向告诉我，你们的关系，目前是一个内心哈，应该是说他对你的理解跟他对你的了解，我觉得算是趋向于一种假象，因为他这个算是一种结果论。这里在告诉我说，你们如果要变得更亲近，需要重新聊聊内在的事情。因为从这3张牌，我有发现，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你们会以一种不够真实的关系发展下去，或是就僵硬住了这份关系。如果你有渴望，希望你跟他的关系更好，我觉得你们需要有更深的或是新的话题来聊聊内心的东西。这里，是一个被误导的方向了。现在你们的关系有一个被误导的方向哈。我再来看哈。来，好，这个等一下翻。那你看这张哈，你们的关系从很多很复杂的小细节里变成一种距离了，变成一种距离了。为什么说这张会变成一种距离？因为它有点变成，就这样，你跟你同事的关系会很近吗？不会，你同事的关系大部分会比较疏远，再来就朋友。他这个比朋友再更疏远，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有越来越心理的距离有越来越远不管不知道是时空还是，我觉得有越来越远了。就是说，好不容易关系爬到更好的距离跟了解比较多之后，反而距离拉开了那我觉得他也有想错的地方，他判断你忘记用更多的直觉，他反而用观察你来去思考你。他观察你现在的样子、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照片、现在的 po 文，来认定你现在可能过得很好。他忘记用自己内心对于你的了解跟直觉来感受到，这可能是个假象。你应该有很多的角度是心情上并没有那么完美，或是也没有那么舒坦的啦。那他为什么要从他这个角度去讲？因为我觉得他是有能力能够关心到你内心的人。可是你们的关系从这里，我刚刚就说过了，有一些观察上的误解，所以产生了现在某一种僵化的，他对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幻觉的。他本来是有能力最能够，应该是说他很适合跟你谈心啦。可是现在就是我刚前面就说有一点走偏了没有开始聊了。以前应该有，可是后来就没有了。那可能有一些事情让你们两个变得比较远离，以至于他现在对于你的想法都是一种从你这边的表面讯息去推断你现在的现况。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东西都没有，叫做水能量？
直觉能量都没有了。关系上很表象，连那一种我觉得有点虚幻跟错误的理解，都还是算是在一种只是基本线索的推论，不是直觉的。你知道那一种直觉，有的时候你要听到那个声音，当对方你或他有的时候抛了一些文，感觉很快乐，你要有直觉感觉到，其实彼此在照片里的眼神，或是讯息抛文里面的语句，是带有淡淡的悲伤的。你是否有这个直觉感觉到？现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一份水能量的直觉不纯，我觉得很少，目前没有看到。那表示你们一开始本来关系比较好、比较亲近，成为朋友的那一个内心的认定这个人可以变成朋友，或是关系比较走近的这个直觉，现在不见了。我是没有觉得你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心的距离有点变远了哈。我从这张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他眼里的你是这张，但我觉得不是，后面看起来确实不是哈。好，来，好，水能量出来了，却出现在一个不是讲情感的位置哦。我觉得他现在听不到你内心的声音，他没有那一个能洞察你内心直觉的，所以在他心里的你，现在被诠释成一种有点趋于完美跟趋于完全安全，不需要担心的一种错误角度。我想你需要他的关心，但你没有释出这个讯息。这张牌后面的水能量如大海一样，但你们两个没有触碰到，你们两个背对着它，而大海的能量又是平静的，连波浪都没有，所以它不在你们两个关系里面产生一种情愫，现在没有。也就是你们现在是一种没有什么情感交流紧密的关系啦。那这张水能量也被锁在了一种听不到、看不到、没有感受到的一种状态里，而且还是正的。我只能说，以现在这里7张牌，如果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你现在真的有感觉到跟他有距离，差不多是时候去叫他出来聊一聊了。那我觉得聊天的顺序，我的第一个直觉顺序是先不要聊你们两个对彼此的感觉，而是先聊聊你们最近彼此生活中的大事情，才会慢慢聊到内心的感受。记得不是只有你单方面的要分享，你也要问他，让他讲出来，要做一种交换。这7张牌让我觉得距离太远了。但我不确定你有没有那个主动性想要靠近他。也可以有契机，因为现在是有一个可以解决关系的契机点有出现，但没有推力。所谓的没有推力，是没有推进你往前靠近他的力量，没有推力，所以需要你更多的主动性。那这个以这题现在来看，是需要你推你自己，强迫你自己一下才有的哈。来看这张，这张放在一个应该是要出现在一个让你有向往更远的目标的牌，可是现在这一个都没有出现。你知道这个牌的意思是说，你跟他的关系没有未来的展望跟渴望、预想，或是想要，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们的关系没有，在现在没有去想能走到哪里，它有点太淡了。
他有点带淡了，而且他有点太相信现在就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我这边真的没有看到这些，我看到的是一种这里的牌组有一种固步自封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不往前也没差，它变成一种假象的不在意。其实我在他的角度内心往你这边看，他其实是有想要在意的，而且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在意的。但是他有一种得到的讯息，是觉得说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在意。但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哦。我觉得你们有点可惜的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应该可以成为彼此很适合谈心的最低线的朋友，也可以。好像在内心，我有在这里看到某种声音，似乎在告诉我说，你们底层最下面要看这张牌哦。我先看看是不是，我先看这里只有看是不是我在翻。你们底下有某种声音是能够叫醒彼此的，而且那个频率就有点像鲸鱼的声音，只有鲸鱼才能够听到的那个频率。我们听到的都只是我们人类耳朵听得到，他们还有自己的频率是听得到的。它有点像是你跟他内在有一个这样子的声音，其实彼此是能够听到的，所以会有一种想在意却没有往前进，关系没有往前的一种状态，好吗？哎。是不是我说的？女祭司，这没有作弊，我翻起来就是这样。我说你们内在的声音有，但是女祭司说什么？没有动作，静止下来了。我刚刚是不是有种固步自封的感觉？就以为现在这样子就很好了，就是女祭司牌被喊停了。我刚刚是不是说关系不会再往上了？女祭司牌。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内在都觉得，就算只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就觉得就这样子就很好了，不需要再增加。没错，在两个人内心的最深处，女祭司牌呈现了一种没有再增加的状态，他停止了，他喊暂停了。我以为即使到这里，都会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会有点区别于这里全部的东西的声音？因为这个牌通常会反抗这里这个位置，哦，但结果它却附和了。那这里它证明了一件事：你们现在的关系就是被你们选择成现在这个样子。哦，那像这样子这么极端的画面的时候，牌组讯息的时候，那就表示一定有破口，一定有缺点，一定有缝隙，一定有恶魔藏在细节里，我们可以突破，因为它不全面，它在某个角度封死了。那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如果像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你心中有一点渴望能让关系变好，记得去找他，好好的聊聊天吧，轻松的聊天。以一种好久没有好好聊天的概念去找他聊天，了解彼此这样。但今天这组牌会比较受限于你跟他已经有过比较好的关系了，或是你们的关系并不近不远。那如果今天，你想的是一个你没有很熟，只是打招呼的，那这里牌的讯息也符合你现在的处境是，如果你想要前进，就去约他多聊聊吧。因为无论今天选到2号牌的人，你看到你心里想的那个人跟你是任何关系，他都有一个共同讯息，就是现在的关系只是你跟他，或是单方面你觉得的关系里面最好的，或是有瓶颈的，不用再上去，不用再进化的。但是这里的讯息是告诉我说没有，因为水能量都没有出来，表示你们内在的连结没有，情感的连结没有真正的联络起来，真正的有交流跟交换，好吗？好，那我再看其他的哈，因为还可以翻很多了哈，还有些牌没有翻出来哈，来，这里哈，
来，我就直接翻完了哈。好，好，这个做一个压底哈。好，我先从这里来看哈。如果你今天想的这一个人哈，好，你今天想的这一个人是接触他的难度挺高的，记得找朋友帮忙，有人可以帮你哈，有人可以帮你牵线，有人可以帮你跟他距离拉近，有人哈，这里别担心哈。那我不认为这一个是你被动起来会出现的一个助力，第三者助力，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寻找的，因为在这里，我觉得它这个位置比较少所谓的奇迹式的反应，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需要有所付出、有所收获的位置，它需要你理解哦，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这个位置，所以即使这个位置出现的是一种贵人讯息，那你还是要自己主动出击了，他不会自己来了。但是从这个破口，现在找到第一个破口就是可以找人帮忙。如果你跟你现在想的这个人关系本来就没有很近，可以找人帮忙，可以拉近。那如果你是已经跟他蛮熟，但最近有点疏远哈，记得你们可以多找一个人，3个人一起聊天也可以。哦，多一个人可以，他这边有被允许可以有另外一个能量进来，你不用1对1哈，不用一个人独自面对。那其实这个应该是一起的哈，因为这张已经翻了哈。来讲一下这里哈，这翻，我刚刚说女祭司牌这里就是你们最底层，彼此都已经认为关系这样已经是最好了。这里2张牌告诉你啦，可以突破啦，可以更好啦，但是心理负担蛮重的，没有那么畅快，你需要突破一下心理的障碍，因为你已经相信了你们的关系只能到这里，所以这边希望你理智的去想一下，这件事情是需要突破的，他没有办法自然好，他没有办法别的感觉就突然觉得开朗起来。乐观起来没有，他这里真的是需要一种突破，一种内心的黑暗面哦，叫自我突破才有机会哈。然后那如何突破？记得把你的感受推回到像小时候。我常说这个，你可以记起来。我常说有些能量要像小时候，你想吃糖果，你想买玩具，跟父母要的那一种动力。你不会在乎要花多少钱，你不会在乎会惹恼父母多少，你只在乎你想要这一件事，这个东西，这种很 pure 的渴望，很 pure 的生命力。有的时候我们要时常回来，才会让事情变得比较简单好做啦。来，再来看一下这里我先讲比较难的哈，譬如说宝剑10的逆位哈，在这个位置。他说了一个比较严厉的事，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他说，你们关系的突破虽然过程有点辛苦，有点难熬，有点需要脑袋要挣扎一下，像这样子要挣扎一下，会有点压力，会有点沉重，但是后面会有一个全新的局面值得等待，而这一个关系的突破基本上是充满善意的，它不是一种考验，不是一种折磨，它是一种充满善意的。它有点像是在告诉你说，你会回头感受到这一份突破跟压力其实是很珍贵、很幸福、甜美的回忆，因为它让你知道，你为了这份关系而做出了平常不会做的决定。
那这些挑战跟多余的烦恼都是善意的。所谓的善意的，就是有的时候很像情勒啦，就是说我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但是这里不是情勒，他是真的看到了我对你比较好的那一面，而希望你可以忍耐一下的这种善意。他没有要跟你交换任何东西，他只是很诚心的告诉你，这是你需要忍耐的，因为后面真的有属于你自己的好东西要去领取。哦，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想的那个人，你希望关系突破的话，要忍耐一下啦，因为不容易。哦，要自己要主动一点哈。那因为我在这两种，我先简单讲，我在这里一直看到你这边有，不知道是你这边还是他那边，我觉得大部分是你这边的讯息，一直有一种感受到彼此关系有个僵局，想要突破的概念。他那边我觉得没有这个概念，他那边有一点点是看你怎么做而配合你，所以你现在没有任何动作，他就觉得现在你就可能是觉得是最好的关系，他也不敢做任何事情。所以这里有一个突破点，突破点的起步的责任感跟控制力，主导权都在你这里。哦，所以我这边比较多是在告诉你说，你可能想要让关系更好，需要突破一下。那这张牌哈，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啦，这份关系可能会获得某个答案，不是你预料的，哦，不是你预料的。无论这一个答案好坏，你都能够有一个大幅度的成长，尤其是智慧这一件事情。这边讲的是这个哦。那你想要这份关系后面得到什么？我不知道，但这边只告诉你，无论是任何答案，你都会有一个高度的成长。他没有说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没有说。但是以这个角度，这里的连结哦，然后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能量跑起来，基本上都是绝对正面的，绝对正能量。所以以这边告诉你的角度，告诉你说，无论任何答案，我觉得都是出于一种很正能量的方式。好，那再来这里也是啦，这里也是，这里跟这里有一点点的对应到。再说，可以有其他人帮忙，而且这里再重新附和的是最好有其他人帮忙，最好有其他人参与，感觉会更软化，关系会更柔软，情况会更柔软，不需要一个人去承担，你要一个人面对你们关系的进展，或你想要变得更好或什么。但是我必须退一步讲，这里虽然这么多讯息告诉你说你们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他现在心里看着你，他现在认为以今天的题目来讲，答案是他认为你们的关系现在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答案是个假象，是因为你传达出去的讯息是错的，他想错了。所以这里所有的牌都在讲一件事情，组合起来有一个语言叫做你们的关系可以更好，因为你们内在的水能量并没有被挖掘出或是导向出一个正确的地方。白话一点就是，你们很有机会关系变得更亲密，只是现在有一点走错了路。好，好，差不多是这样哈。目前就是这些。好，我再看一下，我觉得还少一个东西我没看到，我看一下有没有漏讲那一次。应该是还好哈。好，来，我做一个非常小的小结，就是记得，无论你这一题你想的是谁哈，你要先确定一下，你有没有想要这份关系比现在更进化、更好、更精致，反正比现在更加分了。有，记得要主动一点。那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你可以找朋友一起，好吗？用一种似有似无的方式把他约出来，或是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时候，让关系变近就好了。不需要硬生生的只是约出来聊彼此的感觉，没有那么必要要这样。但如果你的勇气非常足够，你想要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做啦。好，那就这样，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然后谢谢你来听哦，希望给你一些帮忙哈。那祝福你们。
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在他心境里是什么样子？好，那这是今天的牌哈，选择第3号的。好，那我们来开始哈，一样先选择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内在的基底能量哈。好，1、2、3、4、5，好，来，先来看第1张。哦，你们感情应该不错哦，内在的水能量很丰沛。那即使选择3号牌的朋友，你想的人可能跟你关系没那么亲近，他这里有一个未来性。我先不说到底现在关系好不好什么，可是我的第一个直觉觉得这边关系应该要很好，不然就是已经蛮好的。你们的情感流动很丰富，喜怒哀乐都可以交换哦。无论现在是什么关系，都还蛮丰沛的。我的直觉第一个方向感是，成为恋人没有问题，成为好朋友也没有问题。好朋友反而可以成为恋人的一种附属状态。收妹这个状态也可以，因为这个水能量的交换内在很顺畅，很顺畅，包在同一个泡泡里哈。现在算是包在同一个泡泡里。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哈，这一组牌我有兴趣看一下其他的角度，那我翻一下。那我看一下整个。好。好。的确是非常强的水能量在里面交换嘞。那你们两个的心境上还是有非常多的琢磨，对彼此内在的好奇心很够。但我觉得这份好奇心是因为你们彼此都能够分享很多新鲜的事情，而基于你们两个的背景跟人格各方面能量是属于比较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们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很多的新奇、新鲜的感觉。那这份水能量又包在你们两个之间内在，成为一种动能。所以你们两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喜怒哀乐都能够分享，关系上应该还不错。如果今天你想的人，你跟他的关系还没有进展到那里，其实可以往前增加了。可以往前再往前发展了。我觉得这能量都还不错对你来说，如果他是个陌生人，那可以多亲近一下，他有你意想不到的有趣的那一面，彼此都会发挥出来。你可以试看看，可以试看看哦。好，来继续。也有哈。这边有突然说有点排斥我刚刚说的，我刚刚说可以继续往前发展，这边却说慢慢来，不要急。他这边给我一个讯息是，对方很有机会会主动靠近你。那他觉得你很有趣，这里的能量告诉我，这份关系你可以被动一点，他更多、更愿意跟你交朋友，跟你亲近，更把关系变得更好。他这一方面的概念比较像是一种本能上的驱动力，他没有特别去想说要跟你变成更好的关系，而是本能上会往你这边走来。那好，我收回最前面那一个，就是你不用太主动。这局好像不太适合主动，会对撞，可以慢慢等待，一点一点的附和他的
表达，附和他表达就可以还蛮 OK 的。他这里主动性有点比较高一点，比较高一点哈。他是可以去挑逗的，去勾引他来跟你多做一些互动，是可以的。他会加倍的奉还，会更多的反应哦。好，这组牌还蛮顺的啦，这组牌还蛮顺的，不要被逆向的、逆位的权杖6去影响。我觉得它所代表的只是这个火能量的方向感，但是好的东西都还在哈。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这个，它没有，一般来说它会有点像期待落空的概念，但是因为它前面是这个。我觉得它不太像，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如果太过主动，你如果太过接近的话，你不会得到你要得的，因为你要得到的东西是他这边主动要给你的，比如说感觉啊、关系的进展这方面哈。好，来看这里7哈，这个跟这个就我刚刚才讲说，你要得到的东西你可能得不到，这边说了。而你该得到的东西，他要给你的，在这边讲什么？会长出什么样子的果实，不是你能控制的，好吗？这份关系里，但以一种平衡的定律来说，如果你的付出得不到你想要的，那就表示你不用付出的地方跟角落会得到你没有期待中的果实啦。就比如说你种了10棵树，你一直觉得看起来长得最好的是1到9棵，结果真正能长出最大的果实的是第10棵，你以为它长不好的那一棵，还有施肥就是浇水给的最少的那一棵，因为它最远或是分到的最少，就它长得最好，是这样子的概念哈。所以你可以被动的去期待一下，我觉得甚至都不要期待，期待能量就会有所影响，你就放松一点。让事情看得比较无常一点，总有一些随机性会出现在你无法预测的点，这样子想就好了，这样想就好了。来，我再帮你看其他的，看一下。我刚刚是，所以其实这一个是正的，刚翻的方向是错的哈。这里先讲。好，你看这里命运之轮说，他告诉你一件事，他希望你知道一件事，你们关系的进展节奏，需要按部就班，没办法推。那我从这张牌的时序上，我觉得可能关系如果要到最好，目前只走到2成，一般来说它可能会走到一半了。可是我打开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能量偏弱，没有到达那么多，而且它在这个位置，它有一点点希望你对于这份关系的进展要有点耐心，所以我想它可能不到一半，它可能就只有2到3成的整个发展你们关系的进展，所以需要有一些耐心。那然后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似乎没有办法靠其他人来变得更好，他必须要用比较零碎的相处，一点点的累积起来，其他人的帮忙或是什么快乐营造在你们，就说你的朋友圈比较好，对你们2个的关系是没有办法进展、没有增加的，要靠你们自己，因为主控力跟所有的采收的丰收要靠你们自己去获得，这里主控力在自己身上。好，就是说你想要摘到远方的那一颗星星，你要靠自己一阶一阶楼梯走上去摘啦，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帮你啦。然后你也会拒绝，你内在的能量也会拒绝其他的人帮忙，你会更愿意是自己去把那颗星星摘下来的概念，这是一个概念哦。那从这里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你只能守株待兔，等着这个关系变好。
哦，那我们第三组牌还没有把你在他的心境里面是什么样子？来，他觉得你是个情感很丰沛的人，这里有。那他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慢慢经营下来，你们会越变越好。他信任你的存在，他信任你在他的关系里面有某种安全感，所以他愿意一点一点的跟你变得更好。但是这个是一个反射性的动作，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性的概念。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要跟你变好而对你好，或是跟你讲话，没有，他只是因为感觉不错，所以慢慢的跟你亲近。所以在基本上，他觉得你是个可信任的人，而且有趣。然后为什么说有趣？因为你的情感丰沛，在他的眼里觉得是个有趣的，所以反射过来，你们两个关系的水能量，很多情况这个气氛跟情绪都是从你这边所营造的。我看到他那边有很多稳定的、坚定的眼神，欣赏着你，看着你的存在。但这份欣赏不一定是恋人的欣赏，而是觉得你这个人很丰富的角度看着你。好，我为什么说不是恋爱的那个角度？因为我这边一直获得的舒适感是来自于关系上的、感情上的增进而得到的那一种丰盛感。那丰盛感不太像是爱情里面获得更多的爱的那个爱，而是情。人际关系里面的情有慢慢的累积，但没有否定这份关系后面会变成爱情，我没有否定这个，因为它的水能量很澎湃很大，包含了各种情，爱情友情都有。好，只是因为命运之轮刚刚说你们的关系走到最好，现在只有2-3成的阶段，所以是在前面还在增加跟累积关系上的浓厚度的阶段。来，好，OK。现在这份关系走到这里，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先不要破坏。甚至有在提醒说，如果今天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是一种暗恋的状态的话，也先不要告白，还没到那个时机，先把关系处理好就好了。那因为对方还没有完全施展出他最好的那一面，跟他对于你的渴望，还有这份关系想走到哪里的表达跟意念，他都还没有想到，也还不知道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他能确定你们能多好，或是已经在心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现在只是有到了一个不错，已经有给位置了，会想到了，会觉得舒服了，然后，如果你今天选的3号牌朋友，你心里想那个人，你只是跟他很点头之交，没有很亲近，只是互相认识，没有很熟悉的话，那这边要讲的是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他会主动来靠近你啦，还是不适合你去主动拉近他，没有办法。这里没有，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是2个彼岸，然后有一座桥。要放下那一座桥的岸边是他那边，你这边没有任何的桥可以放下来，所以只能等他那边的桥放下来，你们2个才会有所两边才能够交流，是这个概念。好，所以只能先等啊，没有办法太多做什么，毕竟这个关系也只有到2-3成，我觉得还在非常前期。我们要相信的是。圣杯皇后的水能量是富足的，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你们2个情感的交流目前是不会匮乏的，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你们2个被包在同一个泡泡里了，慢慢来，关系会变好。但是不要特别去期待是变爱情，因为它这里的爱的讯息还没定义，反而是情很浓厚。你要分辨出来这个状态。来。好，是，还没有哈。现在关系跟这个搭配起来，现在关系再往前2也只会到4，也就是说，现在这关系现在就是先维持这样就好了。即便到命运之轮这里，他可能到了一半了，他发威了，到了你们关系到一半，也还是先维持现状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犀利一点，就是说，如果要谈感情变恋爱，你的状态是希望是这样往下发展的话，还有点远哦。这边一再的提醒2次、3次，金币能量都在说，先维持住这个关系的持续性，就是要有联络，不要断了。然后关系还不错，哦，相处起来舒服，先维持这样子就好了，先维持到这样子就好了。那圣杯国王在这个位置哈，它比较像是说我们要再爬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它以圣杯国王来讲的话，就必须说是水能量必须有一种转换成更理智的状态。坦白一点讲，就是先约束一下你对他的好感，慢慢的拿出来。记得前面已经说要用被动的方式了，哦。如果你今天选择3号牌的你是一个很暗恋某个人的话，请你要把这一个水能量收好，不要这么快的宣泄出来。这一题很在乎一种被动，因为他这边你主动出击的时间点没有出来，哦，先好好的待在这个水能量里面，它会有主动性，它会有慢慢的靠近来的能量。这边圣杯国王的土能量很强。他在这个位置在讲说，你们关系如果想要变好，就要好好的控制你内在对他的情感的表达，越控制的越好，关系就会越好，后面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因为我没有办法捕捉到他现在对你的状态来讲，我现在只觉得他现在对你的状态是，他觉得你待在附近很舒服，他看到你也觉得很舒服，好，他看到你也觉得很舒服。那有一个特别的是，你们之间的情感那一个水能量一直在不断的累积，在更好。起点是用圣杯皇后出来，表示有足够的水能量；往上爬升的能量是用圣杯国王，表示还在累积，而且需要趋于稳定，或是它会趋于稳定。也就是说，你们2个的关系会在一种稳定的节奏里成长起来。那只好期待命运之轮要什么时候发威，什么时候进到下半场。现在只是在上半场的初期啦。哦，来，这里说的是说你们的关系最后会发展成哪一种还不确定，因为水能量现在还没稳定下来。但是这边是有一种回避找到答案的概念啦，在这个位置，哦，就是说答案沉下去了深渊里面，它在反射的是你们现在的关系还在发展初期，还没有办法用能量的关系的推断去帮你确定未来应该是走向哪一种亲密关系。所谓的亲密关系说 soulmate、best friend 或是 lover， 不知道。答案被先掉下去了，主要还是因为水能量的澎湃还没有整理起来。那圣杯国王要走到钱币4这个位置，大概然后再从钱币7这里开始走，其实是多重的金币能量在定义了对于2个人关系的稳定性的企图性跟渴望。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不稳定，那后面无论是变成好朋友、soulmate 或是 lover， 都会比较渺茫。现在先稳定你们的关系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只是朋友，要先维持这朋友关系一阵子，要稳定，不能破坏下去，才有可能会发生。好。这组讲比较快，因为讯息来的很清晰，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困难，但我还是可以帮你再找其他的。好，来，还有一个阶段的哈。好，我再看一下这个。直接翻哈。好。这里也是哈，恋人牌在这个位置逆位，他讲的是说，
不要以要成为恋人为你跟他相处的唯一方向，因为这一个能量持续性偏弱，不够支撑你跟他一直稳定的相处下去。前面其实已经讲出答案了，但是我怕有些选到3号牌的人，然后你今天想的那个人，你会有所执念，你心里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想什么的？那这边又一个证明说，先不要，我没有说永远不要，但我说先不要。以现在能量的状况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还没有完全支持，但你想冒险是可以，但是我只能先说能量没有完全支持，所以成功率偏低，整个状况跟关系搞砸的几率偏高。这边只是这样讲哦，你当然还可以做出你任何的选择但是能量的暗示是这样那8逆位他也是逆位了，他也没有正位，他希望你理解，不要有太多冲动的举动，是你现在能做到最有智慧的事情了。其实他这个智慧是在讲说，保持你的耐心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要发挥你的智慧，看得远一点，你才能够保持这个关系的慢慢进行。耐心跟不要一触可及，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眼高手低，这些概念都在这里出现那他希望你能够理解，让时间的长河慢慢的进行，是你现在最需要理解的这个智慧。那连带的是要有耐心，稳住关系其实是蛮难的那死神牌在这个位置，必须说这一份关系会有极大的改变，未来你跟他会有极大的改变，而且是走向比较好的位置。但因为它搭配了逆向的权杖牌，这两边的关系所讲的一种叫做说为了这一个后面关系有极大的改变之前，你必须要好好的开启你的智慧，知道我刚刚说的时间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在的难题跟挑战。这一段时间你跟他好好的稳定相处，维持这个关系，你会不断的成长你的智慧的浓度。这件事情白话讲就是什么？你会看到人生的发展不是靠你自己控制或硬凹就会发展成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因为故事线牵连着非常多人，你的故事线他的故事线都还在持续发展，这里已经暗示你他会对你有所主动性，你可以被动一点，让这一条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由他来慢慢的发展，那命运之轮就会照着对的路跟善良的路正念的路去发展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只是这里还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希望你明白，这份关系无法去确定你要期待的 best friend, soulmate 或是 lover 哪一个，无法确定。他也希望你不要只执着于确定其中一种，因为好的关系、好的能量的结合、认识都很珍贵，好吗？都很珍贵好，有的时候会非常笃定是恋爱关系，我就会讲出来。但现在这里没有那么支持反而好的牌出现在一个复合性的关系里面，所以他也没有给你确定是什么，是因为他认为，我会觉得用正念的方式来讲，就是都有可能，而且都蛮好的。如果说你跟一个人关系是好朋友、soulmate、灵魂伴侣或是爱人都好的话，那就表示你们的能量各方面都很契合，是可以细水长流的成为一种陪伴关系或是伙伴关系，在这个人生，而不要局限在这个5年或这个10年。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对于5年、10年看得比较大，可是30几岁或40几岁的人会觉得，这都只是一小段或是一段而已，在瞬间的感受上是这样。所以在牌面上，他看的时间长河更大更广。所以这边在说，这份难得的能量遇见和确定是该用什么关系来相处之前，都不要拘泥于只渴望某一份关系所以这就是现在这里时间概念上给的一个智慧。他为什么要逆的？因为他让你知道没有这么快，不是一触可及的，好吗？好，
大概是这样哈。3号牌讲的蛮快的哈，内容就这样。那我觉得有讲到重点哈。那我做一个小结，就是这个人跟你应该会有蛮好的一步一步有秩序的关系会变得更好。那你现在跟他的关系不错，记得要一直维持下去，因为现在才在初期，命运之轮给的我觉得能量偏少，大概就只有2到3成，就是说你们现在关系要走到最好，就是说可能要确定是那3个关系，我刚刚讲的复合型的关系，爱人或最好的朋友，或是整个人生的队友之类的，或家人都 OK， 任何最好的关系，无论走到那里是任何关系。这一段旅程现在也可能只走到第2层、第20%，接近30%的阶段，还有一段要走，所以需要有耐心去感受到这件事情哈。那别担心，你会慢慢的变好，它会影响你，因为你跟他的能量对我来说，这边看到的是一种对称的，有很多复数号码，所以你们是对称的，会互相影响的。他只要好，他的概念好，你保持着正念好的，你们就会一起慢慢的成长成更好的人，会比现在在一步一步变好，好吗？你可以被动一点没有关系，你不用特别去创造你们关系的特别的记忆点，它就会慢慢的变好就好。记得稳住这份关系的平静最重要。好，那这就是选3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哦。